请问染疫会不会有不可逆的性功能障碍？不可逆的性功能障碍呢？什么叫不可逆？不可逆就是不会再好了。那可逆的意思就是，其实基本上如果是可逆的话，应该是跟心理比较有相关。如果你是因为紧张啊什么原因造成的，那就是你只要改变它这个原因就有可能。那不可逆就通常是生理上的原因。那为什么叫不可逆？因为是染疫的关系。那很多报道或研究说，因为这个病毒啊什么会什么缩小4公分，然后有5%还几男生真的会得染疫之后缩小变短，好可怜，还好可怕，好怎么样？所以男生就会很担心。我不能染疫，我千万不能染疫。那这边呢，其实我想要分很多个点跟大家讨论。第一个，光疫情这件事情，其实从前面的新冠病毒最一开始，到后面的什么 Delta，Alpha 有 Alpha 嘛，反正就是很多种嘛。所以到现在的 Omicron， 我觉得啦，不管是，我先声明我没有什么政治立场，你们不要把我摆到哪边去哦。我现在只是讲我个人的对这个东西的想法。我觉得它这个未来势必会真的会是流感化，就是病毒会一直变种，一直变种，一直变种。流感化的意思就是等于是我们以前大家有的人会感冒，有的人不会感冒啊，有的人会被传染的，有的人不会被传染的这种感觉而已。那当然有些人会有比较严重的并发症。那有些人就说那有些人比较严重怎么办？所以其实我们的免疫力非常的重要。好，我先来讲，那为什么新冠病毒会跟性功能障碍会有关系呢？因为新冠病毒它这个病毒，它会启动我们身体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免疫反应，我们身体的一个免疫机制，就是这个新冠病毒它会启动我们身体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免疫机制，造成我们身体有血栓产生。这个病毒呢会启动，你得到它会启动我们身上产生一种免疫机制。那这个东西我讲太细，我发现我讲太细，或者把 paper 的名字讲出来，你们就不想听，我都直接讲结果，这样好不好？它会让我们身体启动一个免疫反应，这个很特殊的反应会让我们身体产生血栓。什么叫做血栓？栓就是栓子，那个栓子是血液造成的。那为什么会跟性功能有关系？因为我们全身的血液是全身在跑的。那既然是从心脏流出去，心脏打，然后它会散出去，当然散到全身之后再回流到心脏，全身就当然包含着阴茎。所以之前有讲过。你的阴茎是，动脉打进来，这是动脉，然后静脉回流到心脏去，这个是好，不管静脉，好，动脉这样进来，好，那把它放大呢，其实血管是长这样子的，这是放大血管。血管呢，只要是血流，它都会这样冲进来，这是血流。它是像水管一样那样冲进来的血流，所以呢。当假设一般是血流嘛，那假设你有血栓的话，它就是一个栓子这样子，血栓就会卡住。那这个卡住呢，想简单一点，当你的血管里面有血栓卡住了，血就会没有办法顺利的流动，没有办法顺利的流动，你就没有办法勃起，就会影响到你的很多性功能。当然，这个血栓如果跑到脑的话，就会变成是脑中风；跑到肺的话，就变成肺栓塞；跑到哪里就跑到任何地方，它就会栓塞到任何的地方。那当然，跑到阴茎就会变成是阴茎的问题。那因为呢，这个血栓，我们的疫苗因为是模仿这个病毒制造出来的。所以你们还记不记得之前的新闻也有说打了疫苗会有血栓？你们还记得这个东西吗？是因为之前的疫苗是因为我们要模仿这个病毒，让我们身体要先习惯这个病毒，才遇到真的病毒的时候才有办法去抵抗这个病毒。所以呢，因为这个病毒它本身就会让身体有血栓的产生。不是说一定每个人都会有，它很容易让身体产生这个东西，所以当疫苗在模仿这个病毒的时候，所以它也会有模仿这个病毒的
结果就是一样，它会让我们有血栓的产生，是因为这样子来的，不是因为这个疫苗做得不好，所以它有血栓，并不是因为这样，是因为这个病毒本身的关系。目前的研究其实那个缩短4公分的，他说他得到之后缩短，基本上你们还记不记得男生的剖面图？这边是阴茎海绵体，然后这个是尿道海绵体，那这边外面有个白膜，你们还记得白膜吗？这个是剖面图哦，这个剖面图就是把你这个阴茎这样切过去，切过去的剖面图就是长这样。那你这个海绵体外面有这个白膜，基本上因为有白膜，不太可能因为你染疫了，不太可能因为你现在血液里面有病毒了，就马上缩短。这句话请你们听清楚，阴茎的缩短不太可能因为，好，假设我是男生，我今天染疫了啊，我隔离10加7天之后，我本来10公分突然变6公分，不太可能。那个英国还是美国的那个研究的那一个人是个案，那他到底是怎么样变的？其实会影响到阴茎的长短的原因也很多。那只能说，与其担心病毒造成这个缩短，比较多的研究是，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病毒让我们担心了，因为影响了身体，影响了心理状态，这个长期的身心的影响，而导致性功能的问题。你懂我意思吗？不能说病毒对性功能障碍没有关系，就学理上，就机转上面是有关系的，但是它在我们的人身上真的有这么立即上的关系吗？我今天得到了，我10天后做爱，我就马上阳痿，马上有问题，不太可能。通常会有这样子的障碍产生，都是因为比较长期的身心障碍。那讲白一点，即使你没有染到这个病毒，你长期的身心障碍，你长期的压力，你也会有阳痿或者是一些性功能障碍。你想想，在这个病毒出来之前，就有阳痿了吧？就有早泄了吧？就有性功能障碍产生了吧？就有性冷感，就有性欲降低的过低的人存在了吧？并不是因为这个病毒产生，所以性功能障碍的人突然暴增。你们听得懂这个逻辑吗？这些人本来就存在。那当然，这个病毒会影响血栓，会影响身体的生理功能。那它跟血栓是有关系的，那它不是只有单影响阴茎本人，它是影响整个身体。只是你要局部讲的话，当然就阴茎本人，它会影响的就是性功能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变短，有可能它真的变短，但是那个变短是怎么来的？男生听好，我希望听完之后你们自己觉得的性功能障碍就会消失了。另外的那个变短是怎么来的呢？我先跟你们说，实际上存在的不可能消失，意思就是说，你的阴茎在那边，它不可能因为你得到病毒10加7或3加4或几加几之后，就突然发现我的阴茎怎么消失了？本来就够短的6公分，还是短4公分是2公分，我变女生了，不可能，它在。就是在。那为什么会觉得缩短呢？第一个可能是因为充血量的关系。你如果充血不足，你的血量不足的话，它也会影响。充血量不足的意思讲白一点就是不够硬，你水喝不够多，你的血管弹性不够好，你的充血量不足，基本上也会比你很硬的时候还要来得短。这个你们自己应该心里就有数了吧？就像一个气球，
一个小小的气球，你们去买吹气球，应该本来都这样小小的吧？那你在吹，给它吹到最大的时候是这么长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你吹的气很小的话，就是短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里面的气少了，它就变短了；你的气满了，它就长了。那不代表你这个短是真的变短了，是因为你里面的气、里面的血量不够，让它没有办法这么长。它不是真的短，它还在那儿。听得懂吗？它还在，它没有消失，是你身体的血量不足，让它没有办法冲到这么饱，不是因为真的短了。这句话我重复了3次，你应该听得懂了吧？你如果那个气吹薄一点，它就会又变长了。你的充血量足了，它又会变硬了。所以当你很硬的时候，跟你没有那么硬的时候，其实你们可以去观察看看，长短就是会有差。只有从肚脐这边量出去，这个长度才会是你真正的长度。那你硬的长度跟你没那么硬的长度就会有差别。那这个长短是因为你真的变短了吗？不是，是因为你里面的气、里面的血量不够。它不是真的变短，它是假短，懂吧？比如说，你觉得你本来好像就是8公分，然后怎么缩短成4公分？怎么办？是不是病毒让我缩短了 ？No， 有可能你根本没有染病毒，是你以为你有病毒，或是你是不是你传染给我？我变女生了，硬不起来。然后因为这样子，你有障碍，因为你自己的担心让你有障碍，让你更没有跟你的阴茎互动。还记得我之前说什么吗？半年如果你跟他没有互动，他就会真的很实质上的慢慢缩小。那就会真的更短了哦，听得懂吧？如果你们那么在意长短的话，就要常常跟他互动啊。好，那再来讲回来，那为什么这个病毒还会影响到阴茎的问题呢？第一个，我记得我之前有讲过，它会影响到内皮，内皮细胞其实跟阴茎的勃起功能也是有关系的。第二个，它会影响到血栓，血栓就是刚刚塞住了，也会导致它的勃起功能。第三个，身心的影响，这个病毒它间接的让你开始变得很慌张、很紧张，你出门开始变得很紧张，你回家看到老婆，你今天出去跟很多人接触，不行，我们不能接触，那我这样会有病毒。你光这样子慌张，你要怎么勃起？你光放入阴道的时候，你就说你这边会不会有病毒？我不能碰到你，你根本不用得到，你就会缩小了，而且障碍就马上产生了。这个不用病毒也会缩小，也会有障碍，因为光你这些慌张。那所以呢，这个是3个原因，生理上的影响是的确有的，但是这个影响不足以马上让你一瞬间没有功能，一瞬间失去。如果你发现你怎么感冒之后一瞬间失去了，第一个有可能是因为你现在身体虚弱，你就算不是新冠病毒，你在感冒的时候你也不会想做爱吧？你在累的时候也不想做爱吧？这个是一样的道理。其实不要什么都归到说都是因为病毒，所以我怎么样？你们自己其实仔细想一想，没有真的。其实就研究上面，机制机转是这样没有错，但是我们的人不是只有那个机转，我们的人有很多机转，有身心灵同时在运作。你要去看看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。好，那这个是其中一个论点。第二个论点呢，既然未来有可能几率很大是要共存，对不对？这是我自己认为是比较哲学面的说法。既然未来大家会跟这一个导致性功能障碍的病毒，假设这个病毒都会导致好了，假设，那它既然未来都会跟大家共存，那么大家都会共存的情况之下，每一个人都有障碍的前提之下，那这样子就没有障碍了。这个逻辑听得懂吗？在大家都要跟这个病毒共存，都会有障碍的前提之下，你就不会有障碍了。
你就算有障碍，你也不知道那个叫障碍，因为每个人都一样障碍了。第一个，机转上面是解释机转上面的，它真的会影响，但是真的这个机转上面，就像你们讲的啊，博士你一直纸上谈兵啊，实际上真的这样吗？那当然，现在就在纸上谈兵。纸上谈兵，这个病毒会影响内皮细胞，这个病毒会造成血栓，会影响性功能障碍，这个是纸上谈兵，没有错。但是实际上在我们人的身上，真的会这么瞬间吗 ？No， 不一定。会真的造成我们障碍的，在人世间，在真实的人跟人之间的互动，比较有可能的反而是我们的担心跟我们的身体健康。那什么叫我们的身体健康？就是你平常你怎么对待你的身体，跟你的生活作息，还有你的心理的素质。那病毒造成的原因，那与其好了，你与其去担心，听好哦，与其去担心病毒会造成性功能障碍，或者是病毒会造成血栓，病毒会造成血管硬化，病毒会造成什么问题，还不如去担心不运动一定会有障碍。假设我今天讲这句话的话，那有人会因为这样去运动吗？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不管话再怎么讲，到后面选择的终究是我们自己，只是因为我们不想负责，所以都会把它推到病毒身上啊，谁的身上啊，什么身上。多运动，多喝水，可以预防你的血管硬化，可以预防你的血栓塞住。因为假设有血栓，只要你的血管够有弹性，就可以降低它被塞住。那你从现在开始运动，就可以降低。反正病毒它一直都在嘛，它看不到。但是你要怎么样预防？运动。我今天这句话讲出去，你们会去运动吗？我不认为。但是这个真的是可以抗病毒的方法，增加免疫力的方法就是运动啊！讲半天都没有人要听。运动跟喝水，然后大家只要讲一个。大家只要讲一句病毒会性功能障碍，哦，不行，那我不要病毒哦，我要隔离，不要过来，你跟很多人接触，不要，我们不能当罪人，我这样子会传染给他，我不能当罪人。那你不运动啊，你是不是罪人？你让自己身体不好，你让你的生活不幸福，你不是罪人吗？你们这样听得懂吗？都取决于在自己身上，像疫苗，我身边有一些人会不想打疫苗嘛，就会说，我现在没有说。我先讲，我现在没有说要打或不打，是我没有这个派。我现在只是要讲我的哲学方面的论点。有些人会说，我不要打疫苗，打疫苗会死掉。你看新闻这么多人打了会死掉或什么的。那我就回他一句，那打麻将会长痔疮，有些人打麻将打3天3夜打到暴毙，那你怎么到现在还在打麻将？这句话你们听得懂吗？其实选择权都还在我们啊，重点已经不是病毒会死掉，打麻将会暴毙，还是会痔疮，重点是在于这个人本来就不想打疫苗，这个人他很想打麻将，所以他选择忽略那些得痔疮的可能跟暴毙的可能，他可以熬夜。他不想打疫苗，他就会说，因为会死掉，所以不要打疫苗。重点都不在这些东西，重点在于他想跟不想。你们听得懂吗？就像运动一样，我讲了好久，讲了1、2年，运动是最好的壮阳药，不用花钱，也不用做，你只要愿意动。水也是，我也没有叫你们去买哪一排的水或什么，就是喝水，运动是最好的。啊，有人要做吗？是不是？重点都还是在于你们自己呀。那与其去担心病毒会造成什么缩短，有的没有的，那还不如你们就是有欲望的时候，想打手枪就打手枪，有欲望的时候就找你的伴侣，没欲望的时候也不要强迫他，不行，不能缩短，所以现在赶快起来，赶快起来。你越强迫他，你过的生活越紧绷，其实反而越容易造成他的问题。你越自然，任何事情它就会很自然的发生，不是发生了，很自然的过去。
你越活在恐慌当中，那些恐慌很多，有99%事情其实都不会发生的，还不如就是活在当下，好好的过好每一天我们能控制的。当然，还是要做好勤洗手、戴口罩，不要染疫是最好的。但是也不要因为这样而造成恐慌。哦，有研究出来会性功能障碍怎么办？我要障碍了，障碍了！你光这个念头，你不用得到也会障碍，我跟你保证，真的。啊，谁叫你不要运动？我再讲一个例子，像这个病毒刚出来还在做研究嘛，它有没有造成你们的什么性功能影响什么影响啊？还在研究嘛？你们有人有在抽烟吧？烟盒外面是不是写了很多字？它会影响性功能障碍，它会影响性功能还是什么？对不对？有没有？烟盒外面都写了哦。抽烟会影响什么性功能障碍，还是会引起性功能障碍？它写在你们的烟盒外面的，告诉你哎，照抽不误。那为什么要怪病毒？烟盒都告诉你，哎，你抽我会性功能障碍哦，抽我你会勃起功能异常哦，你会阳痿哦，抽我会这样哦，啊，你们还是要抽它。那病毒今天只是被研究出来说它会影响我们身体的某个功能，你未来可能会怎么样啊？不要，为什么？那为什么？怎么你们看到那个烟盒怎么没有说啊？不要，我不要抽烟，它上面写了会性功能障碍，不可以，我不要抽烟。从今天开始，会害怕性功能障碍的就不要抽烟，会怕会惊就卖抽，是讲抽吗？抽烟，听得懂这个逻辑吗？如果真的要担心的话，你们应该先戒烟才对，而不是怕病毒。你们要怕那个烟啊，烟伤害，它烟伤害的那个证据跟研究更完整，而且它还写在烟盒上面跟你讲哦，你买我回家，你抽我，你就是会有那个性功能障碍，你会阳痿哦，会有血栓哦，你会血管硬化哦，会怎么样？高血压会三高哦，会什么什么什么，还不是照抽？那今天把它换成病毒，怎么没有人说我不怕病毒来吧？反正要共存了，然后就会有人说怎么可以共存？你这是什么话？怎么可以共存？对。你们其实想到后面，到最后，我们讲出来的话，其实都还是反映我们最，什么讲话相由心生，但是说出来的话，其实代表我们的意愿。有时候我们说啊，都是因为什么，都是因为什么，没有，其实我们都在表达我们自己的意愿而已。啊，会担心病毒阳痿，怎么不担心抽烟阳痿？是不是很有道理这句话？我跟你们说啦，要在网络上乱买药的那些人，还不如去运动啊！讲话听弟弟买药啊，然后买到坏掉，我真的不懂为什么男人们不懂，世界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才好玩嘛。那反正就是因为这样，我尽我的可能做我觉得对的事情，跟可以帮助大家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受到帮助，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受惠的事情。我觉得这样我也蛮开心的。重点第一个，就算 Omicron， 现在 Omicron 会不会其实因为那个病毒都是一直变种嘛？那就算它会，反正它都要共存，它未来一定会共存。那这个既然是既存的事实，它会共存，每个人都会有的情况之下，那么它就不会是个问题。那还不如去预防它。怎么预防？运动，你可以预防很多疾病，不是只有性功能障碍哦。好。还有呢，运动啊，还有心情的放松啊，这个真的很重要啦。我其实讲这个，大家都觉得哈，因为台湾人好像很习惯一定要吃，一定要干嘛或者什么的。与其担心病毒会造成血栓，还不如担心不运动也会更容易血栓。那赶快去运动。与其担心病毒会阳痿，
还不如想一想，抽烟一定更会阳痿。那不要抽烟，比不要染疫更容易吧？对不对？变短啊，其实是个案，不是真的每个人都会瞬间变短，因为有白膜的关系，也不见得会瞬间变短，所以不要担心这件事情。你不要担心，阴茎在那边，它就是在那边，它不会中途消失，放心吧。充血量足够，喝水量够，你的兴奋度够，你只要想到那个气球就好了，气球充到饱，它会那么大，它就是会这么大。但是它也不会因此再更大，气球的极限就是那样，白膜就是有点类似气球的那个极限。